美国跟中国有消息说这个礼拜会见面，会通电话。那个川普跟习近平会不会也不知道？这都是美国方面讲，大陆方面都等边，也不讲话，也不说有，也不说没有，你不知道他到莫测高深啊。但是呢，美国突然延长了对一部分中国大陆商品301条款的关税豁免，看起来美国在释出善意哈。那另外呢，他们电话谈什么？说谈稀土，就是说呢，你老美要科老中的关税，那中国呢就控制你的稀土，那他也不是说我不卖，他就说也不是说不能出口，但要专案核准。那个专案核准可快可慢，那在大陆它要慢，它就可以很慢了所以呢，老美这些汽车厂什么就惨了到底这个稀土，这个美国掌控晶片嘛，中国掌控稀土所以专家说，美国如果要摆脱中国的稀土控制呢，要10年以上的时间那么另外呢，说习近平授权说谈判来硬的，不要软不怕我们干到底那美国媒体说呢，大陆下一步可能要求美国的管制的晶片要卖我，你要买我的稀土对不对？你晶片要卖我说你只买我的，为什么你都不卖我呢？你控制我呢？可是也有人讲说，美国管制晶片，其实大陆的本土厂商是高兴的，因为呢，大陆本土厂商要买，现在都买美国的晶片嘛，买什么黄仁勋的 H20等等，你美国不能卖，你只好买大陆的，大陆的晶片当然没有美国现在的好但是呢，那你没有得买，你也只好买慢慢它就起来了嘛。现在根本不买大陆做的，都去买美国的，大陆的晶片厂起不来嘛。所以到底孰优孰劣，利弊得失很难讲，看你看长看短另外呢，川普说6月4号就是明天了，你们各国要火速提出你们的关税，几天内我们就要决定了。你们这样拖，还说我是 Taco 说我这个 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 把案子提出来那这个川普说，如果不赶快行动的话，美国连一丝生存的机会都没有。美国他原来都讲别人没有生存的机会，所以现在回到讲自己，说如果你们还这样，别人跟我们有关税，我们别人没关税，美国会死翘翘那因为他原来给了90天，剩下5个礼拜了那另外呢，所以白宫现在叫各国礼拜3明天赶快把关税的案子拿出来，我们最后赶快谈商务部长说，本来讲90天7月9号嘛，最后期限不会再延了因为大家现在不相信美国，觉得美国会再延90天会再延90天了。他说不会再延了，就是最后的时间了那另外呢，大陆说我们有王牌这个王牌就是稀土中国不是你美国这一套那呢这个 Taco 就是这种随时在退缩，说不止在经济外交也可能运用因为大家问了川普会不会为台湾冒险而动武呢？英国金融时报说，他这个 Taco 不是只有对贸易对关税，所有地方包括关税也是这样那美国媒体说，你川普的政策，结果是让中国再次伟大。川普本来是要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现在变成 MC Make China Great Again， 变成这样子不过 China 以前也没有 Great 过了所以呢，这个川普的政策为什么？就我刚刚讲的，现在他们做民调别的国家原来都对美国的好感比对中国高，一定是嘛，就是美国很好。那川普这一搞以后呢，反过来了，大家觉得川普太不可测，所以对中国的好感比对美国高了。相对来讲，对，原来他好他坏，他更坏，那他就变好了嘛。现在就变成这样子那另外呢，这个台积电今天开这个股东会了，那到底技术会不会被偷？魏哲家说不会。我们研发就1万个工程师，我们线上又1万工程师，我们的那个技术哪么容易被偷呢？所以他认为是不会的来，我们看一下。美国白宫发言人李威特证实，包含彭博、CNBC 在内的外媒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将在本周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热线。Two leaders will likely talk this week, and as always, when there are foreign leader calls, we will provide a readout of those calls. So we'll see you guys later. 白宫国家经济会议主席哈塞特也在 ABC News 节目上透露，美中双方经贸代表团天天磋商，试图推进谈判进程，这对两国贸易战是好消息，但口水战依旧。川普上周指控北京违反日内瓦协议，对此中国商务部打破沉默，跳脚否认，反控华府。反观美方，
在日内瓦经贸会谈后，陆续新增出台多项对华歧视性限制措施。The president's going to win like he always does, but rest assured, tariffs are not going away. 距离川普解放日关税90天暂缓期到期只剩下5周的时间。路透社报道，华府希望加快谈判速度。根据一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草稿信，白宫要求各国在6月4号前提交最佳方案。尽管如此，投资人对关税谈判依旧保持乐观情绪。周一美股4大指数全数收红。但野村策略师麦克艾里格特却形容川普的交易艺术宛如人类 VVX 指数，每当美股想攀高，却一再被他的关税发言击落，陷入区间盘整。美股恐慌指数波动率扩大，美元资产不稳定下挫，往往触发川普卖权，让市场从悬崖反弹。这种情况不断反复发生。来，亮君怎么看？现在当然川普的这个关税战哦，这全球大家都非常震惊哦。那所以你说现在接下来在7月9号之前，到底整个全球的经贸局势会怎么变化？其实各国大家自己也都有所盘算。那刚刚其实大家一直在讲说，那现在是不是大家真的对美国就觉得非常的厌恶，想说到底为什么这么不可预测性？所以我觉得这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当川普他用这样子的政策试图来挽救美国，其实他这个意思很简单，就是说啊，各个国家来跟美国做生意的各个国家，大家一起来救美国的这个内部的产业需求吧。我觉得他其实讲的就很直白，翻白话文其实就是这样，拜托各个国家来救美国。可是问题是，每一个国家在自己的国家的经贸利益上面都有自己需要保护的内容嘛。那包含说像台湾，我们最核心的当然就是在晶片。所以你说在这一波的谈判里面，美国到底会不会因此而得利？川普这样的政策到底有没有办法达到他所谓的目标？因为川普的目标很明显，他就是要救美国自己的国内产业，然后甚至是提升他自己包含工业啊、内需等等的。但是问题是，这个目标看起来现在在各国的谈判当中，甚至是包含中国现在对美国这样子的一个态度状况底下，看起来这个不可预测性，或者是最后能不能达到川普的自己在这个政策上面目标，已经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但台湾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大家都很关心说，接下来我们面对关税到底要怎么办？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大概还是保持自己的弹性了哈。那大家现在就会讲说，那台积电现在是不是因为这个川普的压力或关税压力之下，有可能出走，然后这些技术有没有可能外流？那其实我想台积电一直以来都讲得非常的清楚，最先进的制程跟研发其实都还是在台湾手上。那当然你说现在不管在其他国家，在美国、在日本、在其他国家来设厂，那这部分它当然也是分散风险跟整个产业链上面的更加多元化。那最核心的技术，我想这还是我们最需要守护的部分。那台湾除了跟美国这个经贸关系非常强烈之外，我想在过去这几年，其实包含新南向，甚至包含我们跟印度、跟东协，也不断的来去增加经贸伙伴关系。所以台湾在地理位置上面，大家过去就想说，那我们要跟中国有更多的经贸交流。可是实际上这10年来，我们突破非常多的外交跟经贸困境，包含跟欧洲、美国、东协这边来更多的交流，保持自己在国际上经贸的外交弹性。我认为还是在这一次的关税战里面，台湾可以展现出自己是一个信赖、可靠、有弹性的合作伙伴，就可以渐渐的来让取得各个国家对台湾的信任值，而不会是只落在单一的国家。来，振宇。其实我刚刚非常喜欢亮君说的哦，其实川普他这总刮起来就是说救美国吧。那同样的，请问一下我们的赖总统能不能救台湾？因为刚刚讲的哦，其实我一直还记得当时的赖清德总统有讲说，我们现在要走一个就是脱中入北。脱中入北的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概念？其实让人家非常的疑惑。我觉得是这样子哦，大家可以看川普他在这整个策略里面，他是用高风险的决策方式来去跟中国保持的一个关系。而并非完全脱钩，但是现阶段呢，我们台湾现在是采取去中化。当然，我觉得刚刚亮君有讲到一件事哦，如果说我们今天跟不管是欧盟、东协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欧盟国家，都可以有相对应的一些经贸，我们可以维持台湾自己的需要的话，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现在看得出来，新南向过去10年来其实真的差强人意啦。那我觉得现阶段呢，就是如果说今天我们要采取赖清德总统所说的脱中入北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的话，那请问真的有符合台湾利益吗？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国人去好好深思的一个部分。休息一下再回来。
民党现在这个就这么多1、2、3、4、5、6、7个这个地方党部被搜索，然后呢有105个专职党工被约谈，还不是义工啊，就是专职党工被约谈那因为呢他们要发动罢免15个民进党立委，所以呢说有死亡联署或者这个联署不确实那现在主要吴思瑶本来认为这个地方他最有机会的因为那个时候蓝营也是2个人，张志刚跟这个黄汉庭，如果2个人1个人就会赢了所以呢认为说这地方有机会，但是呢中间一波三折，先是领先人跑了躲起来了，回苗栗去了然后呢不但领先人自己躲起来，连委托书也不肯签本来你签个委托书也就算，他也不肯那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我想这个影响到联署的很多人就怕嘛，有这种寒蝉效应。他们说还差5000份那这个召集人叫赖以任，他不放弃，他说呢会努力突破没有领先人这件事。一方面呢，他到这个要申请这个假执行了，就是说不能够另外就法律有争议到底呢这个法律是不是真的这样就是说换领先人只能提1次。还是说换领先，还是就是提出来换1次，还是换领先人只能1次？这2个是有差别的法律上其实解释那个我看原条文有点模糊那另外呢，张克进当时呢，媒体登出来的时候呢，这个比较简单，后来又出来了，说他整个信说呢，就叫朱立伦不要说朱立伦一再误判了那朱立伦呢，就回头咬说你是民进党司法打压，而且民进党主导中选会那另外呢，这个赖以任也说，在1阶的时候呢，因为他们那时候还没有这个竞选总部没有那个罢免总部，所以是在靠市党部造册整理的那赖以任说呢，党部承诺给他的联署额度都没有给那好像原来是希望一个议员有5000个啦，然后呢赖以任自己再去发动1万个了。那我看了那个议员5000个好几个没达到。赖以任1万个是有，但是呢，因为议员其实每个到5000个就够了，但现在因为议员有的4000，有的3000，有的2000多，有的几百个所以呢，这个达不到那说中央党部呢只派志工帮他8天的忙那朱立伦说呢，不是只有你台北有困境，很多地方都有困境那这个赖以任因为抱怨说中央党部一度失联了那党部没给资源我想失联的原因是因为地方党部主委都被抓了，中央党部很怕到时候往上走，因为检察官一定想往上走嘛，光你压个黄旅有什么意思呢？那往上走的话呢，那这个就要查你们中间联系的证据，所以在一段时间呢，中央党部跟他们不联络，也不就想你们自己搞你们自己的，不要扯我们所以呢跟他们不联络。后来陈玉珍到赖以任那边去，陈玉珍带了赖以任冲到中央党部去，所以你们怎么不理他呢？所以后来才有联络起来，所以叫一度失联。那朱立伦说呢，不是只有台北每个地方都没有资源那是被民进党压迫的所以呢，这个现在有传出来了说可能3+5，国民党有3个很危险的然后呢，这个有5个是也蛮危险的。所以呢，朱立伦说这是民主危机其余要联防，要拼到底我们看一下。竖起大拇指表达力挺国民党立委林德福跟市场摊商把感情党主席朱立伦沿路陪他一起。我们挨家挨户希望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能够力拼到底。没有空政资源，只能多陪立委扫街，但罢免吴思瑶领先人张克进却点名蓝营会陷入逆风态势，都是党中央误判情势所致。也在这个最困难的情况之下，还是很多不为寒蝉效应，不为这样司法的打压，大家还愿意来一起加油努力。怪罪绿营罔顾司法正义，如今也传出蓝内部分析罢免不能调超过5席，偏偏包括叶元之、王宏威、徐小新等8席立委选情告急。当然，这个民进党他们透过这些罢免的团体他们的操作方式其实老百姓也不是傻瓜啦。因为反观民进党阵营有知情人士透露，党中央已着手以选战规格安排成立各选区罢免总部，以任党公职及党务社团干部为主体，总督导原则上以参选下届县市长者担纲，意在为2026大选曹兵。绿营组织逐一浮出水面，但对在野党来说，这无非是场不对等的对决。好，林泰怎么看？
基本上我们刚才前几段从这个国际看，每一个国家都在看说怎么样面对美国最新的局势，不管是关税或是美国现在从联邦的上诉法院一度要到这个最高法院，到底是7月8号就要到期。那日本是强硬的状态，韩国在等李在明出来，也许也是对美国很强硬的状态，台湾是全面妥协。所以我们的政府其实没有去对国际的情势，其实从这个司法一路到这大罢免，全部都来搞国内的事务。那你可以看到这几天的争议，我必须说，就是说从联署或是说罢吴思瑶这个里面的公民团体跟党中央各种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从这个5月29号风传媒这个新闻出来，有很多讨论。那这个资深记者其实大家都很熟，他写的内容也一定有所本。那这个出来之后，接下来又换李克敬的这个资料出来，张克敬这个声明出来，你就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通通都是按照民进党的司法大刀砍下来，我们还要这么乱？所以你看到李克敬他的说法是什么？他的说法是，他要下车了啊！你们在上车，你们在车上的人，他在下车之后还要骂你在上车的人，我是觉得大可不必，因为你下车你就下车嘛。那大家也会觉得说，大家已经这么联署这么辛苦了，那你为什么不到最后帮我们把这个件送到中选会？你是受到个人的压力，还是你太太受到压力？那大家会觉得在野就觉得很错愕嘛？那其实现在大家在最后的冲刺在收件的时候啊，你又出来骂一次，那你觉得在野的人会接受吗？会觉得这些是厚道的行为吗？我们打一个很大的问号。第二个呢，我讲时间会让真相越变越明哦。你看到在过程中，张思刚，我们前几天跟他去北检告发李俊毅，就隔天他被北检又带去约谈，就他今天刚刚到这个吴思瑶的总部递出了4513份，他写了这个脸书，我其实很感动。他说大家风风雨雨啦。传的很多啦，那他一个人带着他的团队跟公民团体到捷运站到市场，说真的，现在在收件的时候，因为司法的查办是风声鹤唳，所以每一个人都很紧张嘛。你有去签，你就知道那其实很困难，因为大家都会害怕，我签了这个联署书之后，我会不会被秋后算账？我会不会被查水表？所以这4513份是份份扎实，一步一脚印查到现在来，我个人是感到非常的感动。所以我觉得呢，已经到了现在的结尾。那现在看起来，如果领衔人按照中选会是一定要用司法或中选会的条例要没收你的话，基本上每一件都拿不下去，每一件都走不下去。所以我觉得分2件事情。现在第2阶段走到最尾声的，看起来罢律的被没收的机会是很高的。那我们就第3阶段其实就重整兵马，我就讲得很直白，就重整兵马，怎么把国民党现在点出来这8席或是更多席危险的立委、优秀的立委保住。所以你可以看到，从桃园也好，台北也好，我们从上礼拜是用里长用里办公室的区域，正在一个晚上办2到3场，是在做区域的联防，是在做陆战，因为很有可能到第3阶段会开始做陆空合击。那陆空合击之前，一定要把这个陆军扎实。我最后要讲的事情就是说，司法杀太大了，他杀到现在寒蝉。最重要保护这一次大罢免，要保护立委，就是如何在司法的幽灵之下，我们还可以催出高于民进党同意的投票率，也就是要拜托大家出来投不同意票。真宇民众党现在态度到底怎样？其实大家也看到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其实我们民众党团的4位议员，我们一起到了新北投的捷运站，一起来号召。其实我必须说，那个反应其实是非常好的。但是刚林涛讲到一点，我觉得很重要，是那个寒蝉效应有没有？有，非常的大。因为其实很多人就是我们要来罢免吴思瑶啊，可是我会不会被抓走？来签的人，因为我人就在现场，我是实质看到大家的害怕。但是大家又认为说，我相信放眼望过去，所有的民主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由执政党来带动要去推翻自己的国会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你可以看到执政党带着他们现在的国家机器推翻了所有的民意，这件事情是非常不智的。所以站在民众党的立场来说，当然我觉得面对这样子不对等的对待，然后同时间
由执政党来去带领的所谓的大罢免这件事情，我必须要说，大家一定要出来好好坚守当初你们投下的那一票，因为你们投出来的国会席次就是代表着民意的价值。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是由执政党来去所谓用国家的机器、用司法的机器来去制衡他的敌对阵营的话，我觉得这一点在野他必须还是要得合作，这件事情我相信是毋庸置疑的。那当然，我觉得大家真的是不要害怕，还是要相信台湾是个法治的国家。所以我觉得刚刚不管是林涛还是说士林北投的居民们，如果大家真的认为要罢免不适任的立委的话，请你一定要站出来，包含到说刚刚有讲到说8席可能比较危险的一些区立委的话，我相信只要大家一起协同的话，让国家正常的运作，面对川普这个不确定性的这些关税，我相信我们需要一个正常的国会运作。现在目前看起来，国民党在这个第一阶段的提议的部分，因为都补件。那补件之后呢，却发生了全台几乎各地的党部都被搜索。我觉得这事情某种程度上它还没有完全翻页，因为一定有一定程度的民众认为说这就是政治打压，办蓝不办绿。但也有一些民众会怀疑说，那所以包含张科技先生的退出，泰报写什么？泰报说检察官给他看的笔录里面居然有张科技先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只有泰报报道说检察官在跟张科技，因为当时好多人都去，还有交保，唯一一个无保请回就张科技嘛。所以你无保请回了，那现在大家解读说所以他就等于放一条生路给你，你就跑吧，那这样子无私就可以保下来。这个论述现在看起来是蓝营支持者相信的主流。可是如果泰报写的报道是真的，你也要去评估，就是张科技本身的情绪反应是什么。一篇的这个声明跟4页的声明强度不一样，再加上我现在讲这个事情，泰报说检察官拿给他看的笔录里面，这个死亡联署的人里面有一位是他的母亲呐。那如果他说我身为领先人，那联署出现的瑕疵这么严重，所以他就决定不玩了，这是其一。其二，现在目前看起来因为你要去把那个领先人给更换，它是有它的游戏规则，也就是选罢法76条，大家可以上网去翻我这里也有条文，它里面就是必须1/2，那现在就没有达到1/2，因为后来交了700份，它里面并不是这个第一阶段的提议人，那只有一次违宪。所以照讲，虽然包含黄国昌主席站出来说我们要去全力的支持，让2阶的份数能够超过10%，我觉得这是有机会的。可是领衔人没有更换，被位领衔人那位詹家文先生，他没有办法递上去的时候，他根本不能送件。那第一阶段5月31号，伍丽华跟陈莹没有过，马上进来的是6月6号何新纯跟蔡其昌，然后最关键的就是台北双吴，因为这个原本是被判断几率最高的吴思瑶跟吴佩益。如果到最后真的31席的国民党要被罢免，却没有一个民进党立委进到最后投票，我相信国民党支持者会非常气愤。可是回过头来就是说，在送件不管1阶2阶的时候，确实在技术层面上面出现很多问题，都没有达标，没有满足那个先前整个选罢法所规定的条件。这边就是选罢法的条件在这里。那这样的话，可能在实际上会受到影响。至于后续大家讲什么主席负责什么，我觉得现在都还不到时候，因为即使如此，罢免并不是那么容易，25%的门槛。那如果投出来24%，那一样是没有过我觉得现在目前还很难判断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不过选罢法那个76条第8项我觉得不能那样解释。它一次违宪，并不是说我只是2000多个人只能提一次，因为你罢免都可以不断的补件嘛。那怎么这个不能补件呢？他那个意思说你不能再换召集人了，就那个领衔人，你比如你是领衔人，我今天叫他取代你，把你换掉了。他不能再换了，你老是换招领先人，这个比较合理，而不是说不能补件。而且那700个其实没有700，只有300多了，因为他超过，他原来只有2048就满，他递了2400出去，所以700个里面只要把这个其实差300多，但是这个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能不能连署到你要的27000了。我觉得那才是重点了，因为他如果连署到27000的时候，他可以跟这有2种方式嘛，一种他现在这样打官司说一次到底是什么嘛，第二个他可以跟张科技喊话，所以你怎么好意思呢？你是领衔人，不管怎样，你当时当了领衔人，你有头有尾嘛。我现在27000、3万都连署出来，你不在，让我们这27000都白连署了，可能张科技会受到影响。张科技现在也在看看你连署够不够啊？你不够，你找我干嘛？你够了再说嘛。所以他们希望大概有2个方法来克服了，但是能不能达到，最重要还是那个2阶能不能达到那27000的连署了。休息一下再回来。